你觉得 AI 公司最危险的地方是他们烧钱太快？不对，真正可怕的是有些钱从一开始就没打算靠产品赚回来。你先把这话记在心里。要是你还只是把 AI 当做一个技术故事，那你可就容易看错。你会盯着模型有多聪明，盯着发布会有多震撼，盯着股价又创新高，然后就觉得这不就是下一次工业革命？可问题是，工业革命最后得回答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，它到底能不能弄出稳定、真实、能一直有的现金流？要是答案隐隐约约的，那就麻烦了。当下这一期，我想要和你唠一个挺让人不痛快的判断。眼下这一轮 AI 狂热，极有可能最像的并不是蒸汽机、电力、互联网，反倒更像是一套被包装成技术革命的金融循环。它表面上宣扬着算力、模型、效率、未来，而背后真正支撑它的，也许是估值债务、抵押物、再融资，还有一个所有人都不太乐意率先戳破的泡沫。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说法是不是太过分？先别着急，我们不会凭着情绪去做判断，也不会单单因为一句我看不上 AI 就下结论。我们就顺着几个关键问题接着深入讨论，这些公司到底赚不赚钱，他们的估值是怎么形成的，算力成本到底由谁来担负，那些价值数千亿美元的数据中心真的都能建成吗？要是芯片在18个月内就被新一代给取代了，那么银行手里的抵押物还能值多少钱？要是你也想把这个问题彻底弄清楚，先随便点个赞或者收藏一下，不是为了什么仪式感，而是后面有几个细节挺容易被忽略的。可要是你看懂了，再回过头看那些 AI 改变一切的说法，感觉就完全不一样。在这里，我也先问你个问题，你觉得 AI 泡沫会在未来6个月内出现第一波明显回调吗？要是真有公司先撑不住， OpenAI 和甲骨文，你觉得哪个更有可能先出问题？你可以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，不要只写个名字就行，最好说说你的理由，是因为现金流，还是因为算力成本，又或者是因为估值太高，还是因为债务压力？我会在内容更新之后第一时间认真看大家的留言，也会尽量一个个回复。我们先从最出色那部分说起，也就是估值这块。很多人一看到一家 AI 公司估值达几千亿美元，第一反应便是市场对它可真是相当看好。但你有没有思考过，估值这回事儿，有的时候并不等于真的有人拿出几千亿美元把它买下。尤其是当市场上真正流通的股份特别少的时候，价格会被很小一笔交易推得很高。这就好像你住的小区一样，就一套房子成交了，还是亲戚之间转手，成交价格一下比周边高很多。第二天中介就把整个小区的挂牌价全都改了。你说这小区真就值这么多吗？不一定，它更像是一个锚。只要有人愿意按照这个价格去编故事，估值就能被写进融资材料里，写进市场预期里，写进媒体标题里。这里面最微妙的事情是，估值并不只是个面子，它还能当工具。估值越高，下一轮融资就越容易去说，融到的钱越多，就越能接着去买算力、租服务器，补上亏损，然后再靠着增长的事情把估值接着往上涨。听着是不是特别熟悉？这就好像你刷信用卡还花，再用新的额度来证明自己消费能力还挺强一样。短期看着挺热闹，长期只要收入跟不上，那链条早晚得变得脆弱。当 OpenAI 被推到8000多亿美元估值的时候，一个特别明显的问题就出现了。它未来几年要消耗的资金有可能达到1500亿美元级别。你好好想想，一家公司要是真有很强的盈利能力，烧钱倒也不怕。可要是它的商业模式还没被证明能覆盖成本，那这笔钱就不是发展的动力，更像是倒计时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很多人觉得 AI 软件是轻资产，一个月20美元买个会员，用起来就跟订音乐、订网盘一样挺轻松。可 AI 不是普通软件，它每一次回答、每一次生成、每一次写代码，背后都在消耗算力。你在屏幕上看到的不过就几行字，机房里消耗的却是电费、芯片折旧、散热、水资源、运维人员，还有一堆看不见但挺贵的东西。而这就引出一个挺难堪的现实，包月制从一开始可能就不太适合重度用 AI。就拿企业里的 Copilot 类产品来讲，一个用户每个月支付20美元，听着还算合理，不是吗？可要是前10%的重度用户，每个月实际消耗的算力成本能达到480美元，极端情况下甚至更高。那这样的账要怎么算得通？你卖20美元，成本却好几百美元，这不是互联网思维，而是开门做慈善。可问题在于，上市公司不是慈善机构，不能一直靠着未来会好来填补现在的窟窿。所以当包月制渐渐难以保持下去时，按 token 阶梯收费就成了一个几乎无法回避的方向。简单来说，以前像是自助餐，你交一次钱能吃多少就吃多少，之后老板发现有些顾客不是来吃饭的，而是来搬冰箱的，那该怎么办？改成按盘收费，从商业角度来讲肯定是合理的，但用户体验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你可能会说，那就提高价格。可问题来了，
AI 最初吸引很多企业的原因是降低成本，提升效率。要是价格一旦上涨，企业发现用它不光没有明显的节省人力，反而多了一笔费用，那这事儿就开始不好使了。更麻烦的是，为了降低算力成本，有些企业可能会偷偷调整模型参数，让模型变得更省事，也更不稳定。这就特别像你点外卖，平台说还是那家店，还是那个套餐，价格也没变化，但你吃着吃着就发现肉少了，汤稀了，米饭还硬了。你说他有没有骗你？他可能会说没骗你，因为商品名称没改变，可体验已经不一样了。AI 写代码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。很多公司一开始特别兴奋，觉得程序员效率将会大大提升。要是第三方数据显示 AI 生成代码的平均错误率能达到30%以上，那么企业就必须重新核算成本了。因为代码不是写完就完了，它需要检查、调试、测试、合并、上线，还不要在出现问题后进行追究责任。你以为节省了一个开发人员，结果反而得再多派2个人去查找问题。这样的效率提升，就好像你为了省钱买了便宜打印机，最后墨盒贵的让你心里犯嘀咕一样。我不是说 AI 写代码没有价值，它肯定是有价值的，它在帮助生成草稿、解释旧代码、提高个人工作流程等方面都挺有用的。但这里的关键是，有用并不等于能够支撑起万亿美元的估值，能提高一部分效率，并不等于就可以重构整个商业利润表。这个区别是很重要的。很多技术泡沫最容易骗人的地方是用真实的进步来包装过度的定价。你不能说它完全没用，因为它确实有用，可也不能因为它有用就觉得它值任何价格。这就好像一个人确实会做饭，但你不能因此把它评估成5星级酒店集团。软件方面的问题已经挺严重了，可是更大的陷阱在基建方面。AI 的核心不只是模型，还有算力，而算力不是凭空就有的，它需要数据中心，需要芯片，需要电力，需要变压器，需要水冷，需要土地，需要专业人员，听着挺基本的，对吧？但真正可怕点就在这里，这些东西并不是靠做 PPT 就能弄出来的。有些大型算力项目动不动就有几千亿美元的投入规模。比如说有个号称要打造数吉瓦级别算力的数据中心计划，那数字听着格外震撼。几吉瓦到底是个什么概念？这已经不是普通办公室插几个服务器的事情了，而是城市级别的能源工程。你不光得买芯片，还得让电进得来，让热散得出去，让水供应得上，让工人能安装，让审批能通过才行。可现实哪是发布会那样子？现实中高压变压器可能买不着，专业电工可能严重不够，水电资源可能被砍配额。你想想，一个数据中心规划了8栋楼，最后只建好2栋，而且服务器还没真正上线。这种情况最尴尬了，钱已经花了，债已经背了，故事已经讲出去了，但产能还没变成收入。这就好像你开个餐厅，租了3层楼，装修合同签了，贷款也批下来了，招商广告也打出去了，结果厨房燃气接不上，厨师招不到，消防验收还卡着，门口海报写着即将盛大开业，可是现金流天天都在往外流。你说最可怕的是还没开业吗？不是的，是他已经按照开业之后的规模在花钱了。像甲骨文这类重资产的企业问题就在这里，它不只是简单买几台服务器，而是把自己压在一个很重的算力基础设施的赌局上。要是自由现金流连续大幅是负数，表内债务已经挺高的了，而且还有巨额长期租赁承诺，那么这就不只是技术投资了，而是金融方面有压力了。这里有一个关键细节，当公司不想把所有债务都明明白白的放在报表正中间的时候，就有可能利用特殊目的实体，也就是 SPV 这类结构，把一部分融资安排放到不那么显眼的地方。这个操作本身不一定违法，也不一定有问题，但它会让普通投资者更难判断真实的杠杆到底有多高。你看，这就是 AI 泡沫最容易被忽略的那一层。大家表面看到的是模型更新，而实际上背后有一张债务网络。谁借钱建设数据中心，谁承诺租赁算力，谁预先支付订单，谁用未来收入来支撑，谁又把股票或者 GPU 当作抵押。只要增长故事通顺，一切就好像精密机器一样运转。可只要某一个环节出问题，这台机器就会从高效协同变成互相拖累。讲到这里，要是你发现自己已经开始重新看待 AI 公司那些好看的数字了，那就点个赞。不是说你得认同这个判断，而是你已经抓住了一个关键的点，科技叙事再火也不能绕过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。但这还不是最离谱的，真正让我觉得不踏实的是硬件折旧。很多人觉得 GPU 是硬资产，你花大价钱购置了芯片，搭建了数据中心，这些东西总归是有残值的吧？就算需求降低了，也还可以卖二手之类的，对吧？听着挺合理的。可问题是 AI 芯片迭代的速度太快，
要是新一代架构在18个月内就大幅升级，而且功耗、散热、性能结构都变了，那上一代芯片还有给上一代芯片设计的数据中心，它们的价值就会很快贬值。更糟的是，新芯片并不是简单插上去就能用的，它可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供电和散热条件。比如说新一代架构的功耗要是比当下主流方案高好几倍，那现有数据中心的供电系统、散热系统、空间布局或许都得重新改造。你本来觉得你买的是未来资产，结果未来到得太快，把你刚建好的东西弄成旧方案。这就好像你刚花一大笔钱装修了一套专业厨房，结果行业突然改成全电气化标准，燃气管线不能用了，排烟系统也不符合要求了，设备还在那儿，钱也花了，但它不再符合新游戏规则，资产没平白无故没掉，可它经济价值会忽然变得挺尴尬。对于英伟达来说，这肯定是个特别巧妙的位置。要是他想要保持高增长，就得不断推出更厉害的新芯片。新芯片越厉害，客户就越有购买的想法，市场也就越兴奋，估值也就越有支撑。可是反过来，新芯片更新的越快，客户手里的旧芯片贬值就越快。这个逻辑还挺反直觉的，卖铲子的人越成功，买铲子挖矿的人就越着急。要是二手高端芯片价格在短时间内大幅下降，这不仅影响设备持有者的账面价值，还会影响抵押体系。银行为什么敢借钱？是因为他觉得抵押物是有价值的。但要是抵押物3个月跌掉一大块，银行就会重新评估风险，他才不会干等着陪你相信未来。他会问要不要补保证金，要不要提前还款，要不要追加抵押。到了这一步，故事就从科技频道变成金融频道，把链条再重新串起来，你就会发现其实还挺清楚的。硬件公司一直在不断更新换代，旧的数据中心有着折旧的压力。基建公司为了包含建设成本、债务成本以及折旧损失，只能够提高算力的租金。软件公司本来就是靠低价包月来吸引用户，一旦算力成本上涨，那就得涨价限量，按 token 收费或者降低模型的质量。用户发现又贵又不稳定，那么使用量可能就会减少，收入没达到预想，融资就变得更加重要了。资本市场一旦开始怀疑真实利润，融资的价格就会提升，估值就会下降，然后债务方面的压力就出现了。抵押物贬值了，股票质押接近警戒线了，连锁反应就出现了。这个过程并不像是电影里那样一下子就崩掉，反倒更像是冰面从脚下慢慢裂开。开始的时候只有几条细缝，每个人还都说没事儿，觉得冰挺厚的。然后有人开始小心翼翼地往岸边走，有人还在中间拍照。等到大家都发现到有问题的时候，出口已经开始拥挤了。这里面有一个可能的爆发点，就是创始人或者大股东的股票质押。你好好想想，如果一个大企业的创始人质押了很多股票，价值有好几百亿美元，股价要是再跌一定程度，就很有可能触发强制平仓。那么市场会是什么样的反应？投资者不会等到最后才慌张，因为金融市场不怕的是坏消息本身，而是所有人都知道别人也会抢先行动。这就好像电影院里有人闻到烟味一样，也许一开始没有明火，可能只是误会，但只要足够多的人站起来往门口走，拥挤本身就会变成风险。股票质押也是这么个事情，只要市场觉得某个价位可能触发被动抛售，就会提前卖出，提前卖出就会拉低价格，价格跌了就更接近触发线。这个反馈回路实在太危险了。很多人会把当下的 AI 和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做比较，这个比较有它的道理，但有一个关键的不同点，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，确实有不少公司没了，不少估值也回到原本的水平了，可是它留下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基础设施，光纤、服务器、网络建设、用户习惯这类东西，之后被真正的互联网商业模式承接了。换个说法就是，当年很多钱花的挺浪费的，但不是所有东西都完全消失了。要是 AI 这一轮真出现大规模回调，留下来的东西并不一定同样值钱，因为数据中心和 GPU 的折旧速度太快了，特别是硬件路线，功耗标准、模型架构不断变化的时候，你很难说今天投入的基础设施过几年还能被下一代需求完全承接，这同样是我觉得比较容易被忽略的方面。大家总是说泡沫破了也会留下基础设施，这话不能机械的去套用，要去看留下来的到底是什么。如果留下的是通用网络，那么它有长期价值；要是留下的是很快就会过时，运行成本还非常高，还不一定能符合新硬件的机房，那么这不是资产沉淀，而很可能是成本残影。当然，我不是说 AI 肯定没有未来这样的判断太草率，也不对， AI 肯定会继续存在，很多行业也还会继续使用它。真正的问题在于哪些 AI 公司能成为基础设施，哪些却只是融资的故事，哪些应用是真的能创造现金流，哪些只是把算力成本藏在补贴里面，哪些公司是在解决真实的问题，哪些公司却只是把 AI 二字贴在估值倍数上，这个差别就决定了你是看清趋势还是被趋势带着走。
比如，真正该关注的或许不是那些只会讲大模型万能故事的公司，而是在垂直行业里已找到稳定客户、稳定场景、稳定付费的应用。它不一定特别招人喜欢，不一定每周都上热搜，也不一定发布会灯光布置的跟科幻电影似的，但它能让客户实实在在省下成本，或者创造明确收入，而且账能算得明白。你看，这才是商业世界中最平平常常的真相。不是谁叫的最响谁就是未来，不是谁估值最高谁就最安全，也不是谁有最多 GPU 谁就肯定能赢。最后就得看客户愿不愿意一直掏钱，掏的钱能不能把成本 cover 掉， cover 成本之后还有没有利润。要是一个 AI 产品的用户增长靠着低价补贴，低价靠着融资补贴，融资靠着高估值支撑，高估值又靠着用户增长来编故事，那这就是一个圈。当圈转得快的时候，大家都觉得它是飞轮，而当转慢时，你才发现它可能仅仅是在原地打转。在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那普通人应该怎么做？是不是得完全躲开 AI？ 我觉得没必要这么极端。技术本身和金融泡沫不是一回事儿，你可以用 AI 提高效率，可以学习 AI 工具，可以留意真正有落地价值的公司。但要是从投资方面看，就要特别小心那些没有真实盈利、没有清晰商业闭环，只靠未来会爆发来保持高估值的纯概念公司。尤其是那些和重资产 AI 基建深度关联的企业，更得留意现金流，并不能只盯着订单的总数量。因为订单或许说的挺好听，但现金流并不会搞虚假。一个项目签下了几千亿美元的合同，听着挺吓人，可是要是建设周期变长，设备涨价，供电不够，客户付款不确定，那它不一定就是赚钱的好东西，也有可能变成财务压力的推动因素。硬件巨头也是这样，英伟达肯定是一家特别厉害的公司，这点不用否认。问题是，好公司不代表随便什么价格都值得买进来。高估值最大的风险不是公司突然变差，而是市场对它的期望太完美。只要增长速度稍微慢一点，只要客户资本开支稍微收紧一点，只要新一代芯片带来的数据兼容成本被重新计算核算一下，估值就有可能反过来压制股价。这就好像一个学生一直每次都考100分，家长都默认他永远能考100分。某一天他考了95分，不是说他考得差，而是比传说中的分数低了。资本市场有时候比家长还严格。还有一点，我觉得特别需要普通用户注意的是，当 AI 产品开始从便宜又好用变成按用量收费，限制变多，效果还不稳定的时候，很多人会第一次知道，原来之前的低价不是市场均衡价格，而是抢用户阶段的补贴价格。这个变化会挺影响用户心理的。你之前觉得 AI 就好像水龙头一样，想用就打开，之后它变成了电表，你每用一次都要查看余额，那样使用习惯就会发生改变，企业也会产生变化，老板就会开始问，这个部门每个月 token 成本为什么这么高？这段代码是 AI 写的，后续返工成本该由谁来算？客服用了 AI 之后投诉率有没有降低？内容团队用 AI 审核成本有没有增加？一旦企业开始认真算这些账， AI 那神秘的光环就会减弱点，它会从战略必选的东西变成成本收益工具，这不是坏事，反而是技术成熟的经历的路。但对于那些靠神话来保持估值的公司来说，这个过程会比较难受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 AI 最大的风险是不是花钱太快？不是，烧钱其实仅仅是表面呈现的情况罢了。真正的风险在于，整个行业很有可能把烧钱伪装成增长，把融资伪装成收入信心，把高估值伪装成市场验证，把重资产扩张伪装成护城河。当所有环节都得依靠下一个环节接着对它抱有信任的时候，那就不只是科技故事了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场接力赛。OpenAI 这类模型公司要有便宜算力，并且要持续进行融资。微软这类应用平台要让用户愿意去为高成本付钱。甲骨文这类基建方要让数据中心按时建成，按时出租，按时回款。英伟达这类硬件公司要让客户不断的下单，而且客户不能因为折旧太快就停止下单。银行和债权人要让抵押物保持价值，资本市场要让估值一直被信任。每一棒单独来看，它自身都有它的合理性。然而，所有棒连接在一起时，就会出现一个比较脆弱的结构。任何一环要是慢下来，压力都会传到下一环。而最讽刺的是 ，AI 行业越是想证明自己是未来，就越得现在投更多钱，投的越多，未来就越得兑现更夸张的收入，收入越难兑现，就越依靠下一轮融资，融资越依靠故事，故事就越不能被质疑。到最后，技术进步是真实存在的，财务压力也是真实存在的，这两件事是能同时存在的。我觉得更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，未来不会只是 AI 完全坏掉那样简单，更有很大概率出现的是分化情况。真正有客户、有利润、有实际应用场景的公司会留下来，它的估值会回到比较合理的水平，而那些依靠概念、依靠互相抬高估值、依靠重资产扩张来编故事的公司会被市场重新定价。
这个过程或许会比较难看，因为泡沫并不会愿意温和的离开，它常常要等到有人支撑不下去了，才会承认自己不是钢铁，而是气球。要是你想要判断一家公司是不是在泡沫边缘，不要只去看他说的未来是怎样的，你就去问几个很实际的问题。他的客户现在有没有给钱，付的钱够不够去覆盖真实成本不？要是融资停止半年，他还能不能正常运营？他的核心资产过2年还值不值钱？他有没有把债务藏在不容易看懂的数据结构里面？它的增长是依靠真实的需求，还是依靠行业内部互相采购支撑起来？这些听着不怎么有吸引力的问题，却还挺管用的。很多漂亮的故事就怕碰到朴实的问题。你看，金融市场里最容易让人昏头长脑的，不是谎言，而是半真半假的美好说法。AI 的能力是真实存在的，效率提升也是真实的，不少应用前景同样是真实的，可估值会过度，成本会被低估，折旧会被忽略，债务会被包装，用户需求也能靠补贴弄出来。真正危险的就是把所有有可能都提前按已经实现来定价格。所以下次你要是看见哪家公司因为 AI 概念股价猛涨，或者某个数据中心项目号称投了好几千亿美元，或者某个模型发布会说自己又快靠近未来了，你别着急兴奋，你能够这么问一句：这笔钱最终从什么地方赚回来？要是答案是客户真实付费，那还可以接着查看；要是答案是未来融资、未来规模、未来成本下降、未来效率提升，那你就要留意了。不是说未来不会到来，而是你不能用未来的钱一直填补今天的窟窿。这期视频我最希望留给你的，并不只是 AI 都是骗局这样简单的结论，那太粗略了，也不负责任。我真正想要说的是，当一个行业把技术梦想、资本杠杆、重资产扩张和超高估值捆绑在一起时，你不能只看梦想，你还要看看绳子会不会断裂。要是这期内容能够让你少被一个表面说法带偏，或者帮你重新看懂 AI 热潮背后成本和风险，那就订阅一下吧。之后我还会继续分析这种看着挺热闹、听着挺有道理，但一认真计算账目就特别复杂的话题。最后再跟你讲讲，我在这里分享的是信息整理以及个人观点讨论，这不构成任何专业建议，更不构成投资、法律、医疗、税务或者其他专业决策依据。要是碰到金融投资、企业经营、法律安排、健康医疗这类问题，一定要结合自己的情况去咨询真正有资质的专业人士，然后再做判断。热闹是能够看看的，但钱和选择什么的，还是自己要理性负责。